当你想到一个国家容纳590万人时，可能想到拥挤的街道、杂乱的住宅和永远堵塞的交通。但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彻底摆脱这些陈旧印象的小岛国——新加坡。这片面积仅约734平方公里的小岛，单位面积人口密度高达8000人以上，却打造出了全球住房自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同时还被誉为花园城市，拥有极高的经济竞争力。这座城市如何在如此高密度环境中创造奇迹？今天我们就来解密新加坡如何将人口压力转化为国家优势，在有限的国土面积上，住房问题常是首要挑战。而新加坡不仅解决了这个问题，还创造了全球最稳定的居住结构。新加坡的住房自有率高达92%，其中80%的居民住在政府提供的组屋。这些组屋并不是简单的廉价公寓，而是高效利用空间的城市设计典范。组屋以高层建筑为主，与社区商业设施、公园和公共交通系统紧密结合。顶部设计有绿化和休闲区域，为居民提供天空生活的体验；底层则与日常生活服务无缝连接，让家庭的基本需求可以在社区范围内获得满足。这些住宅不仅经济实惠，还实现了空间的合理利用，为更多家庭带来稳定居住保障。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高密度社区并没有让城市显得压迫，而是通过人性化的设计，让每个家庭都拥有自己的空间。从解决住房问题到提升居民的生活体验，新加坡的智慧就在于找到住宅和城市生态之间的平衡。在人口密度极高的情况下，你可能会认为绿化空间会成为牺牲品，然而新加坡不仅没有放弃绿化，反而将城市打造成了花园城市。这里绿化不仅仅是城市美化的工具，更是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新加坡的绿化不只是传统的大型公园，而是分布在屋顶花园、街道绿化带、垂直绿墙以及社区公园中。街道两侧的树林提供遮阳效果，高楼之间的垂直绿化为密集建筑带来自然气息，而居民走出社区就能触碰到自然环境，比如脚下的草坪或身旁的街心绿带。这种绿化模式创造了生活中的绿色呼吸空间，将自然融入了居民的居住体验中。新加坡的绿化哲学是绿化推动幸福感，它让快速的城市节奏与日常自然体验融为一体。这种对绿化的设计不仅满足了心理需求，同时也提升了整个城市的生态环境与视觉效果，让有限的空间显得更加宽广。在高密度城市中，产业规划通常会面临资源争夺的痛点，然而新加坡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创造了一套绝妙的协作模式，让经济发展与居民生活和谐共处。这里的产业布局不仅高效，还融入了生活空间的框架。为了缓解交通资源压力，新加坡将工业区、商务办公区与住宅区巧妙整合。例如，它用混合功能区设计，将工作与居住联系得更加紧密，减少人们的通勤时间和成本。此外，新加坡通过填海工程扩大港口和机场的规模，让物流和交通成为经济的强大引擎。这些基础设施不仅带来经济收益，也促进了全球贸易枢纽的形成。这种产业规划理念的核心在于资源最大化利用。无论是港口机场的扩展，还是产业聚集区的融合，新加坡都在用每一寸土地创造价值。通过经济和生活的协调发展，新加坡避免了传统城市病问题，并为自己赢得了高密度城市的经济优势。新加坡的734平方公里并不是它的起点，从建国初期的581平方公里到如今的面积，这些土地的增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填海工程。填海不仅仅是增加地表面积，它更是一项向未来发展的空间战略。通过填海，新加坡发展了港口、机场及工业区，同时新增地区被严格规划，用于不同的功能，如经济生活与娱乐。这种新增土地并不是任意扩展，而是经过复杂的规划，以服务最关键的城市功能为目标。例如，港口的扩展提升了贸易能力，而机场的布局优化了全球连接。但填海只是空间增加的表面工具，新加坡的真正智慧在于如何不断打磨现有的土地，通过创新设计提高当前资源效率。填海造地和空间优化共同为新加坡应对未来挑战提供了坚实基础。新加坡的空间规划不仅考虑整体城市布局，还细致照顾到了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需求。无论是低收入家庭、专业人士，还是高净值群体，这座城市都提供了满足他们需求的多元化解决方案。对于低收入人群，组屋保障政策提供了稳定的生活环境，中产阶层则通过社区混合设计实现居住、工作与娱乐的方便结合，而高净值群体则可以在国际水准的商务楼与豪华住宅中找到舒适的吸引力。展望未来，新加坡将继续优化资源利用，应对城市扩展的需求。通过科技智慧化设计与人性化规划，这片土地将更精细地服务居民，同时保持城市的国际竞争力。新加坡用734平方公里承载590万人，交出了一份不可思议的答卷。从高效的住宅设计到贴近生活的绿化规划，再到产业与空间的和谐发展，
新加坡完美的证明了空间并非是一种限制，而是创意与智慧发挥的场所。当然，这还只是新加坡故事的一部分。有什么观点让你感触深刻？你认为这种模式是否值得全球采纳？我们非常期待听到你的看法，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想法，也别忘了点赞分享这期内容，并订阅我们的频道，与我们一起探索更多全球智慧城市的故事。